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？他的社交平台3年没更新，但他本人过得比谁都滋润。他不发自拍，不晒美食，不打卡旅游，你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从这世界蒸发了。但一碰面，你才发现他根本不是消失，他只是选择不让你看见。这种人心里到底装着什么？今天商木要带你拆解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问题：在社群时代，主动消失其实是一种能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木，我是 Ankara。带你从心理学读懂生活。说真的，我以前超爱发文，每次去餐厅，菜一上桌，不是先动筷子，是先掏手机，让手机先吃。有时候为了拍一张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照片，可以在那边瞧角度瞧个5分钟，结果吃的时候菜都凉了，我也根本不知道那菜是什么味道。出国旅游也一样，人在风景里，脑子里面跑的却是这张发出去能有几个赞呢？那种风，那种空气，那种当下，通通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我根本不在那里，我只在手机荧幕里。所以你的旅行其实是在帮演算法打工。哈，对耶，而且还是无心的那种咧。但问题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耶，整个社群生态其实已经悄悄变了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分享生活这件事，现在越来越像一种工作？为了流量，为了业配，发文的重点不再是真实的感受，而是这个画面够不够好，够不够煽动人心。精致的摆拍，完美的笑容，背后藏着的可能是3个小时的补光灯和一地狼藉。这种贴文刷多了，你不一定觉得累，但有时候关掉手机，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空洞，好像刚才看了很多，却什么都没留下来。更奇怪的是，明明当初发文就是为了让人羡慕啊，结果真的有人看了之后跑来问我：你最近过得好好哦，怎么办到的啊？那一刻，我以为应该会很爽的，但那种开心并没有来。我才意识到，我追的那个感觉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幻觉。这多巴胺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留下来的只有迷茫和空洞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聚光灯效应。我们天生以为全世界都在盯着自己看，所以不自觉地想刷存在感，害怕如果今天没发文，明天就被人遗忘了。但同时有另一群人，他们早就看穿了这套游戏规则。他们不是没有生活，他们只是觉得那道菜好不好吃，他的舌头最清楚，不需要按战术来帮他背书。这就是为什么猫不需要社交媒体。对，猫的生活质量从来不靠演算法认证。但我也真的好奇过一件事，既然这些人不爱发文，不爱回应，那为什么还要申请社交账号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数位潜水员的心理状态。他们看透了这个游戏，选择当一个清醒的观众，而不是一个在台上拼命表演的演员。他们默默观察这个世界，却不让世界轻易替他们下定义。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发不发文其实没有对错，有些人发文是为了记录，记录一个想法，一种感受，或者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个人吃了一顿饭，去了一个地方，当时的那种心情和那个笑容，不是为了让人按赞，是为了让未来的自己有机会回头看见那个当下。不晒出来的不代表不存在，有时候最珍贵的东西恰恰是不给人看的那些。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丰富并稳定自己的内在。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，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一种很平静的状态。想发文是因为有话想说，或者有个感受想在某个地方好好放着，不是因为焦虑，也不是因为怕被遗忘，更不是因为想炫耀什么。不管有没有人按赞，有没有人互动和分享，你的内心都是自在的。这才叫做发文自由。
当你不再被荧幕里的数字绑架，你才算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生活。下次，当你准备拿起手机发文之前，不如先问自己一句：我是真的想分享当下的感受，还是只想追求那几秒钟的虚荣快感？最后，桑木要认真跟你说一件事，请你千万不要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订阅了之后，你可能会开始想一些平常懒得想的问题，有些问题想通了，还挺烦的。但如果你觉得这种烦我想要，那订阅键就在那里，你知道的。其实，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人，通常过得还不错。我是桑木，我是安卡拉，带你从心理学读懂生活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